大家好，我是小熊料理实验室的小熊。从小到大，我唯一不变的兴趣就是爱吃了。在法国住了几年之后，开始爱上料理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实验新的菜色，享受被料理治愈的过程。我会带着大家认识法国有趣好玩的事物哦。大家好，我是小熊。这一次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从零开始做出好吃的黑森林蛋糕。今天我们需要做戚风蛋糕的材料，因为是做可可口味的，所以我们需要牛奶、面粉加无糖可可粉，然后在这个玻璃盆里面我已经加了油，然后一个搅拌搅拌勺跟一个过筛的筛网。那我今天要做的是，因为有加可可粉，所以我要用厚蛋法，所以我会先混合油、牛奶，然后还有粉类，之后我才会打蛋，然后将蛋黄加进去这个混合物里面。首先，这个盆子里面已经有65公克的油，要选那种没有味道的油哦。然后我直接加入牛奶，我用的是全脂鲜奶，然后用这个打蛋器搅匀它们，像这样子，它们差不多混合，就可以加入粉了。这时候我们需要这个筛网。这个筛网是我在家乐福买的，不贵，然后很好用，它可以这样子放在这个就是当它静置在搅拌盆上面，不会滑下去。我们现在加入粉，我这边用的是15克无糖的可可粉，然后还有80克的面粉。面粉用这种 all-purpose flour 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去选什么特别的面粉。然后就边筛，然后边搅。会选择使用厚蛋法的原因，是因为有这个可可粉的话，先让它跟牛奶还有油的混合物混合，会比较均匀。它油脂可以帮助可可粉释放出它的颜色跟味道，然后也比较不会出现那个疙瘩。这样子就可以了。你看它不会有那种疙瘩一粒一粒啊，或是可可粉结块的情况。如果你要做那种有口味的，像是抹茶啊，或是像这样子可可口味、巧克力口味的蛋糕体的话，这个方法很推荐给大家用。那我们就要来做下一步啦。接下来我们要打5颗蛋，看你的蛋的大小为定。如果是这样子不算是特别大的蛋的话，我可能会再多加1颗吧。然后我们的蛋黄跟蛋白就打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加入蛋黄，像这样子很轻松就可以把蛋黄给搅进去，那我们的蛋黄糊就 OK 了。就可以放到一旁。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打发蛋白，先用低速打一下，让它起。等到它起大泡泡的时候，可以加第1次糖。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分3次加糖，那我自己是分2次加糖。你看，现在它要开始起大泡泡了，可以准备加第1次糖，加第1次糖。
然后这边可以加速，然后它一开始的泡泡会是这样子的，等到它泡泡变细致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加糖。这边需要花一点力气跟时间，让它搅拌均匀的打发。看到这样细致的泡泡，可以再加第二次保湿泡糖跟加第三次。那我们检查蛋白霜的状态可不可以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拉起来看一下。那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已经是干式发泡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混合蛋白霜跟蛋黄糊。首先先挖1小勺过去，2小勺啊。稍微这样混合就可以了。然后第3次把它倒到蛋白霜的盆子里，然后我们把它倒到蛋糕模里面。然后我们震它个3下，你看这样会有泡泡跑出来。我这次准备使用的是水浴法，所以这个是已经事先烧热的热水，倒进去烤盘里面。然后我们把蛋糕模放进来 ，OK， 放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烤箱啦。在蛋糕烤制的同时，我们可以准备蛋糕需要的其他材料，节省时间。首先呢，我们要把糖水樱桃里面的糖水多余的水分吸掉。接下来我们使用樱桃利口酒，这个是黑森林蛋糕的灵魂哦。那我这一次加大概30ml， 如果你想要酒味更浓，你可以加更多。然后呢，加完酒之后，我们再加入樱桃的糖水，这样子蛋糕会更有樱桃的味道哦。接下来我们要打发鲜奶油。有趣的事情是，法国的鲜奶油不全是冰箱保存的。也有这种室温保存的鲜奶油哦，但是回家一定要冰透才能够像这样打发，糖一定要放足。制作这种蛋糕啊，蛋糕切的平不平整，其实是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那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使用一个辅助工具，帮助我切出平整的蛋糕。大家可以在烘焙用品店或是亚马逊上面找到。那接下来呢，因为是我自己吃的蛋糕，所以我是用我家里多余的砧板。那我在上面抹上鲜奶油，避免蛋糕片在抹面的时候会滑掉。为了避免蛋糕吃起来很干，所以一定要抹上利口酒糖浆。其实大家可以抹的比我这边更多哦。然后也是为了要增加樱桃的味道，所以我们会抹上樱桃果酱。那这边是蛋糕的夹层，那基本上你想要夹层多厚，就看你抹多少奶油，还有放多少馅料了。因为做蛋糕很像是在盖房子，所以你这样子夹层抹好之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让它很平。不能够一边高一边低，那如果你一边高一边低的话，之后蛋糕很有可能会吐石榴哦。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抹平、抹厚，就可以铺上最后一层蛋糕纸了。
然后我们重复一次抹糖浆还有果酱，就可以进行到大魔王的步骤抹面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外面上课学怎么抹蛋糕、抹面，我都是在网络上看 YouTube 影片，人家教人怎么抹蛋糕嘛。那大家可以参考不同的人的教学。那我自己呢是觉得抹蛋糕的时候啊，手势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就是你的鲜奶油打发的状态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他们会觉得鲜奶油不要打得太发。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喜欢鲜奶油打得发一点点，对我来说会比较好控制。毕竟我不是那种超级熟手，也不是那种专业人士。对我来说，做蛋糕、做甜点就是从错误中学习。我并不是第一次就能够做出这样子的抹面，我也是失败了好几次哦。如果你喜欢黑巧克力的话，在这边你其实可以事先把巧克力剁得碎碎的，然后再整个连边边都抹上巧克力碎。那我对黑巧克力的爱好就是还可以啦，我就只有撒在上面，然后最后呢再挤上奶油跟放上樱桃的装饰，就大功告成了。其实没有很难吧？这一次做的黑森林蛋糕啊，其实是法国东北部，然后还有德国南部黑森林地区很流行的一种家常蛋糕，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在家里试试看。谢谢你看完这一次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的话，请不要忘记一定要帮我按赞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